雷电牙医不是雷电影，转身到异世界就要拿出真实力。大家好，我是思凡。其实我一直都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做这期雷神攻略，毕竟没赶上热乎的，可能辛辛苦苦做出来也不会有什么人看，实力不讨好。那结果呢，你们现在肯定也都看到了，雷神的池子已经快要结束了，相信大家也看了不少的测评和攻略，对雷神的强度和玩法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认知。那我呢也不浪费大家时间了，挑一些重点给大家讲解一下吧。首先是雷神的加点，大招和元素战绩对点，两者都很重要，优先大招吧，普攻可以不点。雷神的元素战绩持续时间长达25秒，为数不多的战绩持续时间比 CD 还要长的技能，上一个还是钟离，可开发性很高。背后的眼睛就是元素战绩的标志，可以判断战绩是否生效。开眼时会先造成一段雷伤，属于强雷附着，之后会在友方角色攻击后进行一次协同攻击，协同攻击属于弱雷附着，且遵循正常的元素附着规律，所以协同攻击在附着频率上其实并不优秀，因此想利用后手攻击触发反应这点来给雷神对精通的收益其实并不高。0.9 秒的间隔，平均 2.7 秒才能参与一次反应，不论是感电还是超载都较为鸡肋。除此之外，协同攻击还会干扰一些队伍的反应，例如国家队，缺点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在元素战绩持续期间，角色的元素爆发都会得到提升，该提升是实时的，不会被锁面板，毕竟本身也不是面板加成，只是一种状态加成，所以不太用去考虑释放的时机。当然因为战绩持续时间很长，所以能先放肯定是最好的。元素爆发的提升值是基于当前角色大招所需的能量来决定的，比如香菱大招80能量，那就是80乘以 0.3 24%的提升，钟离大招40能量，那就是40乘以 0.3 12%的提升。该提升不属于额外程序，属于元素伤害程序，是加算，提升有限。该元素战绩在9级的时候对大招提升就已经到顶了，因此我们点到9级就好。10级浪费一个皇冠，只是加点伤害，没必要去点。雷电将军的大招会为队伍中所有角色恢复元素能量，10级的时候能量回复达到最大值，能量回复有一个1秒间隔，至多5次，但实战中我们不可能做到每1秒的间隔结束就正好打出一次伤害。雷神的大招只持续7秒，所以想要吃满能量回复，保险起见，大招期间雷神的战场时间需要拉满。大招基础能量回复是 2.5 乘以5 12.5 的能量回复，配合微有天赋4以及绝缘套300充能的限制，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元素充能堆到300左右，因此这个能量回复会来到 12.5 乘以 2.2 27.5 左右。当然要是你愿意，你也可以堆得更高，毕竟这个天赋是没有300充能的上限的。我个人认为雷神的群充辅助功能和战场输出这两点之间其实有点割裂的，设计的并不是很好，这使得要是雷神战场期间没有输出，那这7秒其实有点浪费掉了的。哦不对，不止7秒，算上动画什么的应该是9秒左右。群充的代价是主 C 9秒的战场输出时间。问题来了，真的值吗？如果雷神大招是提供一个状态，所有角色的攻击都能触发回能效果，这样会舒服很多，也更符合常规的辅助的设计思路。战场辅助，这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定位？我只能说这是策划很大胆的一次尝试，把辅助能力和战场这两个矛盾点绑定到了一起，然后设计了一个愿力系统，往回找补输出能力。当队伍中的角色释放元素爆发，又或者是吸收元素威力时，愿力层数就会叠加，10级每点元素能量能积累 0.2 层，这个层数会直观的反映在背后的这个愿轮上，每个大量点就是一个10层。开大之后愿力会被清除，并基于愿力的层数提高将军大招的第一段的倍率以及后续普攻的倍率。前面这个是大招的倍率，后面这个是普攻的倍率。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这单位明明写的不是攻击力吗？怎么就成倍率了呢？其实一开始我也有这样的疑问，但实际上攻击力就是倍率的单位，只不过文案之前都把它给省略掉了。可能你们还有疑问，那你要怎么解释圣遗物的攻击力加成呢？圣遗物和武器特效的攻击力提升和这个的描述其实是有区别的，百分比攻击力和攻击力提高多少，这两个攻击力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前者指的是总攻击力，后者指的是基础攻击力。一个是打出去时计算伤害的总攻击力，一个是面板上基于基础攻击力进行的一个提升。总之呢，不管怎么样，我们把锅推给文案。好吧，回到正题来，这个朱院白眼之轮持续时间虽然很长，有5分钟，但其实只要每次出入秘境都会被重置，需要重新叠层，而圣地螺旋的每一间其实都是一个秘境，这点在每周的季行任务中也可以看出来，所以每打完一间愿力都会被重置，都是需要重新叠层的，这点需要注意一下。另外60层愿力的这个层数上限，若是只通过队伍中一轮角色的爆发，基本是叠不满的。我认为我们呢也没必要去追求叠满，策划只是设置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数来拔高你的输出上限，叠不满才是常态，千万不要有强迫症，得不偿失。这个愿力系统的存在也给我们指明了有将军队伍的基本的输出手法，那就是其他角色打完爆发再切将军开大，此时愿力层数高，收益最大。大招状态下的将军抗打断能力极强，可以硬扛小宝大风车进行输出，
和开盾的唯一区别可能就是维持伤害，这点很赞，可以有效保证输出和回能不被打断。但血线还是要注意一下，别真去硬砍怪物的爆发，没必要。关于雷神大招的普攻问题，雷神大招的普攻是视为普通攻击的，但伤害视为元素爆发伤害。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大招普攻不能触发北斗的大招以及布尔枪的特效。其实一次完整的普攻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普攻动作出手，第二个阶段普攻动作出手并命中敌人，第3个阶段普攻动作出手命中敌人并造成伤害。其中一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行凶大招的剑雨，它就是视普攻动作为触发信号的，文案描述是普通攻击10。二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北斗大招和薄荷枪特效了，普攻命中为触发信号，无需造成伤害，就算打在盾上或者是伤害免疫也同样能触发。文案描述是普通攻击与重击命中10。3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祭礼系列武器以及雷神的元素战绩，造成伤害为触发信号，若是打在盾上又或者是伤害免疫人，那就触发不了效果了。文案描述是什么什么造成伤害10。雷神大招的问题其实就出在这2阶段，大招的文案描述是这一攻击命中10，符合2阶段的描述定义，但这个命中到底是被视为普攻命中还是元素爆发命中？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从结果来看的话，它就是元素爆发命中，当然我不懂代码，以下只是我的猜想，可能从底层逻辑上来说，既然伤害是元素爆发伤害，那么命中10的判定也应该是元素爆发命中判定，那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算不上 bug。 但如果以后米亥我出了类似的技能，而命中判定变成了普攻命中判定，那就说明不是逻辑的问题了，到时候我会跟着你们一起冲，真是这样那就是纯属恶心人了。现在呢就暂且翻篇吧。关于将军的命座，我只能说策划拿捏人心有一手的，先是把全队回能和战场绑定到一起，让你重视雷神的输出，然后把50-60% 防御力放在了2命，伤害提升巨大，而且看似有机可乘，就让你心痒痒，让你忍不住要把2命雷神捞出来。关键这个当你还上的心甘情愿。2命的雷神和0命不是一个玩法，0命雷神大招伤害其实和钟离差不太多，主要定位还是以充能辅 C 辅助为主。但2命的雷神能 C 可以带队，而且伤害不低，那么到底要不要抽2命？用我看到的某个评论的话来回答你们。如果你纠结要不要抽雷神2命，我的建议是不抽，省钱又省心，反正我是没抽，因为我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就是冲着他的群冲能力去的，而不是他的伤害能力。雷神的圣遗物就选卷套，充能沙漏、雷伤、攻击杯都行，暴击爆伤头词条优先选择充能和双爆，暴击爆伤能达到60、120即可。所以说雷伤和攻击杯的选择，雷神固有天赋5会依据你的充能提高自身的雷伤，如果你雷神的充能是300，那么就有80的雷伤加成了，因此雷神实际上是不缺雷伤的，一般情况下攻击杯会更好，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但如果算上班尼特9条之类的加伤，雷伤杯还是会更好一点。不过0命雷神也不需要这么多寡来辅助他，还是视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吧。2命再考虑雷伤的问题，至于刷不刷得到好用的圣遗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反正我住在学院本2个月了，一个暴击头雷伤杯都没看见。武器也没啥好说的，目前有充能属性的长柄武器有那么几把，专武肯定是最佳的，兼顾了输出和辅助性，其次推荐天空枪，护魔和核补渊伤害很高，仅次于专武，但辅助性就会差些。4星武器同理，鱼叉算是小专武，兼顾输出和辅助性，但在伤害方面的提升真的有限。毛毛雨即使是金武也不够香，给人一种不上不下的感觉，就很难受。而且我本人也不是很喜欢这个钓鱼系统，有种为干而干的感觉，少点趣味性。如果能钓上来圣遗物、金币甚至是原石什么的话，那我能在河边钓上一整天的鱼。但也没办法，如果没有更好的武器，你也只能选它，慢慢钓吧。决斗枪伤害会比鱼叉高一点，但辅助性同样不佳，实在不行就选西风枪，当一个纯充能工具人也没什么不好的。而且西风枪后台也能触发，雷神的元素战绩持续时间又长，满进西风6秒就能触发一次，匀了一下，感觉还真挺好用的。配对方面，其实就目前来说，并没有特别适合0命雷神的。雷神麻烦就麻烦在它的群冲功能是需要战场触发的，所以配合战场 C DPS 到底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还真不好说。如果用来配合脱手角色的话，雷神是一块很好的拼图。比如国家队，雷神的存在可以解放国家队的充能词条换成攻击词条，使整体的输出更高更平滑。但问题也同样存在，雷神是一个雷伤角色，国家队其实是用来打增幅反应的，雷系会强反应变成巨变反应，和原生国家队又或是万叶国家队相比，优缺点其实都挺明显的。我想这个还是得看你们自己的体验了，毕竟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看你们更喜欢哪一个了。高能量脱手爆发角色会更适合雷神，比如神里、甘与优拉这3人就很符合，他们都是高能量缺充能的角色，而且都是兵系，铲球互冲效率更高。其中优拉会抢一点战场时间，但问题不大，我们可以玩速切，我们可以任选2人和雷神组队，剩下的一个位置搭配一个盾奶，双 C 的输出还是很可观的，值得一试。逼他们各自带队组合在一起的化学反应会更好，
输出手法什么的就很简单，以优拉干预为例，雷神先手开元素战技，然后切干预开大，中离开大，优拉开大砍，期间要记得释放元素战技，优拉不用砍完，一般来说直接 EQ 场1的大招爆发就10几万了。最后呢，切雷神出来开大砍，砍完后干预中离的大招又转好了，然后循环即可。中离换成班尼特也是一样的。关于雷神大招的输出手法，我个人是不在意的，直接平 A 砍到底，看情况穿插几下重击。但如果你想输出更极致，可以尝试3A 重击、1A 重击等输出手法，但说实话伤害也差不了多少，而且重击还有可能会卡手。和萧公搭配超载流其实也能玩吧。萧公、雷神、北斗、班尼特，虽然雷神自身触发反应频率并不高，但加个北斗就不一样了。相比菲希尔加北斗，雷神的元素战技来得更稳定，范围更大，能弥补一点萧公群伤的缺失。北斗的充能压力也会更少，但该配对对北斗的输出能力还是有要求的。这套班尼特大招的伤害起码1-2万一条，输出手法也不难。雷神先路开 E， 切班尼特开大，切北斗弹反开大。北斗大招能锁面板，所以一定要注意释放的时机。接着切小拱战场输出，真空期的就开大下场。此时班尼特大招也差不多好了，再切上来开大，最后切雷神上场开大乱砍，以此往复就好了，强度还是有保证的。2命的雷神配对呢，锁定6命条子解吧，老榜第一个分析减抗，输出就很可观了。你也可以选择直接拉满，万叶班尼特全上。我呢，说实话除了班尼特2命雷神6命9条，万叶啊什么我都没有，所以真演示不了，还是看别的大佬秀吧。我也很羡慕啊，我能怎么办呢？雷神其实也算是个未来战士，钱到位了他也能当 C。 随着后续版本的高能量脱手角色加入，我相信雷神的配对会有更多种选择，其群中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展现，以及25秒持续时间的元素战技其实可开发的空间很大。我相信这个协同攻击在未来也能被玩出花来。雷神的出现抬了一手雷队，虽然和北斗有点冲突，但配合上9条，以后的雷队也算是有一条出路了啊！你问克勤啊，克勤不行，得看新雷 C 的。感觉看的人也应该不会很多，毕竟也没啥热度了。我呢出攻略比较慢，人也比较懒，一般来说新角色的攻略都会赶不上版本红利期，流量也抢不过其他的大 UP。 往期的优拉、萧公攻略其实也都看得出来，原生攻略区现在挺卷的，我也得考虑自身做视频的方向和定位了。以后新角色攻略我应该都会战略性放弃，会更专注于复刻角色和老角色的攻略，所以抱歉，也希望想看我出新角色攻略的观众可以谅解吧。我呢建了个原生交流群，以后我关于新角色的问题或是有什么游戏上的问题都可以到群里问我。本期视频其实也是主要想说说自己为什么不出新角色攻略这件事。那么就先这样吧，我是思凡，下期应该是秦的全方位攻略，不出意外的话就到时候再见吧。